这篇教学也是关于 AI 来做设计的风格混合。那之前在FB 上看到有一位设计师，他是说他的风格是关于北欧风格混合日本的侘寂风。在 AI 里面，它要混合两个风格是非常容易的。所以我今天要教大家的方法就是用 Civic AI 上面，我已经上传了200多个风格模型，我们可以利用这些风格的模型呢来做一些混合操作，达成我们要的一个新的风格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到谷歌来搜寻 Civit AI，Civit AI。当你搜寻到之后呢，我们把它点入。它的主要界面就是这个样子。那它这个是一个很老牌的一个 AI 网站，它是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刚开始就已经成立了。那它累积相当多的模型跟相当多的作品，它基本上里面所有的图片呢，你都能够看到它的提示词、它的思路、它用的模型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网站。那关于建筑部分呢，我们先来点选左上角的 Models。好，这边就是各式各样的模型。那我们再来点选 Buildings。好，那这边就是各式各样的设计风格的模型库哦。我们可以利用任何模型来转换成我们需要的风格。甚至呢，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我如何用2个风格模型混合出一个新的模型。那今天我会用我的模型来做示范，但是你如果用其他人的模型也是可以一样，也是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。好，首先登录之后呢，你要先 sign in。你如果没有登录的话，没有注册的话，建议你们先注册一下。我是用谷歌注册的。好，登录好之后呢，我的右上角出现我的图示跟我的点数。那它的线上绘图还是需要点数的。它一天会有给你100点。那我的实际测试大概一天可以执行10次左右。那你如果是觉得点数不太够的话，因为我们绘图都要花很多时间，很多的测试，那你也可以每天登录一下，然后可能到礼拜六、礼拜天一次可以做一个完整的测试，都是免费的。好，那我们先来找一下我的模型，因为我这边有相当多的模型，其实我都不熟悉，所以我用我的模型来做示范操作。你先到这个搜寻页搜寻一下 JJHUANG。好，然后这边的模型都是我建制的。我们先来随便点选一个模型，然后再点选这个图示，这个红番茄。好，那现在上面的 civitai.com user JJHUN 这边就是我的主页，然后再点选一下 most popular model， 这个就是我建立的模型，然后依照欢迎程度来做排序。那大家可以先大概浏览一下，先了解一下我们这边大概有什么模型是我们可以拿来套用制作的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做一个风格。好，那这边我要先找一下，我先找一个模型来套用，是3D 模型的图片。这边我用3D 软体做了一个很简单的3D 透视图，就是非常粗糙的。那我们用它来置换模型。那位设计师他提出的风格是北欧侘寂风，所以我们先来搜寻一下，我找一个 Nordic。Nordic。好，这边就是走侘寂，这是北欧风。好，那这边就是我的模型。那我们这边有上面这个是Nordic 的模型，然后这边上面有2个版本，那一个是 SD 1.5 版本，一个是另外一个是 SDXL 版本。那 SDXL 版本只能够跟另外一个
同样也是 SDXL 的模型相融合。那因为我们现在找到的这张图片是我要做一个客厅的，所以我也找看看有没有类似客厅的场景。那为什么要找一样客厅场景呢？因为它上面的家具名称呢会比较接近，我可以不用再去做提示词的置换。那点选图片进来之后呢，它的左上角有一个东西叫 Remix。Remix 之后，它就是要我们来混合的一个工具，生成图片的工具。刚刚我们都是只能够浏览、学习别人的制作方式、模型跟它的提示词。那这边呢，就是我们进来之后，就是可以真正的做我们要的线上操作。那首先要看一下呢，最下方呢，它有一个要获取100点的 bus， 就是说它会给我们点数来做操作，它每天会给你100点。好，取得之后呢，它会把那点数加在你的点数上面去。那我们今天就有点数可以操作了。好，那我们这边首先要把它的 workflow 这边要选成 image to image variations， 就是用图生图，因为我们刚刚那个客厅的图片要换风格嘛，我们要用另外一张图来变成另外一张图。好，点选完之后呢，进来之后呢，它这边首先要先上传图片。好，那我就上传这一张。好，上传之后，大家注意一下，这张图片我是裁切过的，是1024×768。那为什么要裁切呢？因为就是这样的话，点数会比较使用耗掉的点数会比较少。然后再下来，图片已经给它了，然后再下来，我们要先点选大模型。大模型是关于品质控制的哈。那这边，因为它的那个模型，模型要用大模型的话，它是需要一个头标哈，所以它不一定保证每次都能够用这些模型。那我这个是我制作的大模型。那如果我的大模型没有在排行榜之内呢，那你们可以选择其他的真实系的模型，也可以用。好，那我点选大模型之后是关于品质控制的。那再来的话，就是像它这边有个 additional resource， 说我们可以放一些其他资源。那这边 LoRa 方面，它已经帮你换成一个 Nordic 模型。那这个 LoRa 模型呢，我是用来控制风格，室内设计的风格。那我们这边已经它已经自动帮我们设定好了。然后这边有关于它的一个 remix， 就是说我们现在是用这个来做 remix。那这边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叫做提示词 ，prompt 正向提示词 ，negative prompt 是负向提示词。那因为我原来图片上都有，所以我们其实可以不要做变化。好，正向提示词、负向提示，如果是家具的名称，我们一般会把它打上去。那我们刚刚偷懒，因为我们选的图片都是客厅的，所以我们可以不用打。那这边的话是跟 CFG 值设定的话，CFG 就是那个跟文字的依从程度的比例，那一般是4:7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它有个 sampler 的话，它会有2个选项，一个是 fast， 一个是 popular。这个是比较快的方式。那我个人感觉是 popular 这个方式 ，DM++ 这个模型，它对一些比较曲线的风格或者叫柔和的东西，它处理的比较好一点。那但是它的也会影响到它的一个点数，所以我们用 fast 模型会比较省钱。那 step 的话就是它的生图步数，生图步数的话，你如果越多步数，你会发现它的细节处理的越好。那如果是比较少的话呢，它也会比较少钱，但是它有可能会有一种没画完的感觉。那这边 seed 就是一个它的总指数，我们把它设定成 random， 以免在我们测试过程当中重复出现一样的。
那设定成 random 的话，它就会每次都出现不一样。那我们这边在 denoise， 我们先把它设定为0.6。denoise 程度设定越高的话，它的图面变化越大。好 ，add VAE， 那我们现在的模型都是内建 VAE 的话，所以我们现在不用设定。那这边有个 request priority， 就是你的生成图片的一个优先程度。就是说你如果加钱，它就帮你跑快点这样子。那我们现在都不加钱。然后这边再下来提示说，你现在有这么多点数，然后这边有在 render queue， 就是一个 generation queue， 就是工作状态，它目前在生成的有几张图片。然后 quantity 这边设定成，它已经帮我们设定成2，就是一次产生2张图。好，那我按 generate。然后它这边提示它已经帮你扣了7点，这次产生2张图，扣了7点。好，那这边有一个 Q， 这上面也是个 Q， 就是它的工作过程的一些序列。我们点选一下，那目前正在工作当中。好的，这次跑的速度非常非常的慢哈。你看它这边有提示说这次的工作因为太慢了，它可能会在2:29分的时候，它会把它停止掉，或者你也可以把它停止掉。那我个人的那个经验是，你白天的时候画的时候比较不会这么塞车，但是如果你是在晚上的话，可能因为时区的关系，你这边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塞。好，那这边的画图已经画出来了哈，我们来比较一下。这是我们原来的图，那这个是经过风格转换的图，已经开始有些北欧的风格了，但细节上还是有些落差哈。好，那假设这样 OK 的话，我们再进入下一个阶段的重点，就是我们要进行风格混合。一样进入到这个绘图页面哈，我们刚刚这边讲过，这边有一个 LoRa 模型，然后这边有个 Additional Resource。那我们的操作方式就是我们再加入另外一个风格。好，那这边加入风格的话，也是再入 LoRa 模型。那我们节省时间的话，我们可以输入 JJ。好，那这边就是我的其他的模型风格的模型。那位是我们今天要试一下那个侘寂风嘛，我们搜寻一下。如果找不到的话，就用搜寻的吧。好，找到这个侘寂风wabi sabi。好，一样在这边点选 Select。那要注意一下，我们这个模型必须要选 XL 的模型。我的模型会比较多，然后Flux 模型它现在目前是不支援这个图生图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已经载入2个模型了，然后它现在已经是载入比例都是1，2个都是1。那我们可以把它比例稍微做调低一点，原则上不要高过1太多就可以了。那它在生成图片的过程呢，它会两边模型随机的调用，然后把它混成一张新的图。然后这边因为2个模型各有它的提示词哈，那这边是第一个模型是提示词，触发词是 Notice Style， 第2个是 Wabi Sabi。那这边我就把它 copy。那第一个模型的话，它的触发词它已经在上面了，我们要填入第2个触发词。我们把它 copy 起来，然后再把它 Ctrl V copy 上去。那这样2个资料库的图片都能够同时调用。那我的个人惯例呢，是会把它左右各加一个框，这样会比较好
理解。那这边有一个第一个模型，它的载入的方式，这个是 Web UI 的载入方式，这个可以把它删掉。好，那这边就是说我们载入了2个模型，然后同时都也把它触发出来了。那这个把空格打开一下嘛。然后这提示词我们这次来检查一下哈。我们研究画面中有沙发 sofa， 然后这个桌子 table， 然后这个就电视柜，然后这个是窗帘，然后window， 然后这个地毯。我们看看触发词它有没有这些东西，大概都有哈，所以我们现在都不增加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好像少一个，我们现在好像少一个电视吧，我把一个触发词改成 television。好，我触发词增加一个元件，然后是用逗号来做分割。然后这边的参数呢，我们可以都不用改，这样比较省钱。那如果选越右边的话，它的费用会越高。那我们只是做测试。那这边一样是 random。denoise 呢，这我们等一下再测试，因为先保留在0.6。VA 一样不用。Priority 就是这个加速，我们也先不加速，我们试看看。然后我们最后点下这个 Generate 产生图片。它这边有说，我们这次要扣掉你7点的点数。好，点完之后，它这边提示说，我那这边有个工作在执行当中，好，点选一下 Q。好，那这个就是表示它现在在产生的图片。现在终于生成结束哈，那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个生成的图片。这次生成呢，它已经混合了一些侘寂风，所以你看这家具都有一点那个感觉，刚刚这墙壁也是有。然后但是地毯呢，跟这个线脚呢，还保留了北欧风格，所以这算一次成功的融合室内设计风格。但是你看到这边有个破绽哈，这个是融合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。然后看下一张，这张也是同样的参数产生不一样的风格，然后它也一样也是看得出来是北欧跟侘寂风的混合。那我们再回来看我们的生成参数哈，所以我们现在有2个风格在做融合，那它是我们是可以调用不同的比例来做，比如说刚刚生成的侘寂风啊太高了，我把它调低一点好了。那我们把这个北欧风调高一点。好，那我们这个 denoise 呢，也是可以把它调高一点，让它产生多一点的变化。我们期待它的生成的元素会更丰富一些。好，一样按 generate。好，现在我们测试完毕哦。现在产生的风格是这样子。它的北欧风格就会变比较重一点，它的那个侘寂风就会变得比较淡一点。这就是透过风格的混合。那因为我们刚刚的把那个denoise 把它调得比较高，所以它有的家具的位置呢有稍微做一些变化。这个就是看实际上的需要来做调整。那我们总结一下这个流程啊，第一个就是我们用一张图片来做风格的置换转移。选单一个风格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调用了2个 LoRa 模型来做风格的混合。第三个呢，就是我们调整它的权重，来混合出它的不同的比例。那整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哈。那这边我再看一下我们之前做的一些测试哈。这个一样就是用北欧风格跟侘寂风格混合出来的成果。这边还有一个风格呢，是少女风混合 Art Deco 风格产生出来的一个风格效果。那还有其他风格这些都是测试出来的。
那这边还有一个是红砖的风格搭配侘寂风产生出来的一个效果。那大家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做调配。那如果大家觉得我的模型还蛮常用、蛮好用的话，你们可以按一下赞。那以后下次你会比较好找得到。好，那这个整个教学大概就是这样子哈。那如果是同学呢，可以再继续后面再做一些测试。因为现在有200多个风格，它的混合的比例是可以不同调整的，所以它的那个风格也是几乎是无限的哈。那这次教学的里面呢，它图生图呢仅限于 XL 模型跟 SD 1.5呢，目前比较流行的 Flux 模型呢，它是不支援的。那如果各位是用单机的话，那还可以用 Ctrl 内的风格，它的控制能力是更强的。好，整个教学大概就是这样子哈。那因为它上面的风格非常非常多，那希望大家都能够调出自己喜欢的风格。那如果大家还有一些疑问的话，可以在影片下方做留言，我尽可能来做答复。那绘图完毕呢，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把它打叉叉，把它关掉。那就谢谢大家。